果敢同盟军三大主力继续围攻腊戌，同盟军王牌主力211旅在7月4日成功夺取腊戌南侧制高点共勇据点之后，一度下山占领了腊戌五堡边上的满隘，后又主动撤离。缅军在7月6日多次尝试重新夺回共勇阵地，都被同盟军击退。随即，同盟军211旅再次向腊戌五堡区域推进，并向周边驻守的缅军507营发动进攻。缅军迅速增派了装甲车辆，民团增援力量也部署到位，与同盟军突击队展开巷战。目前，同盟军211旅已经在五堡和共勇之间3进3出，争夺十分激烈。与此同时，同盟军211旅等部还在腊戌东南方向的7堡边缘到12堡水库之间与缅军持续交火，试图从东面进一步撕开缅军防线，压缩腊戌包围圈。随后，缅军动用多管火箭炮进行反击，同盟军则动用了迫击炮和107火箭弹。这片区域在历次果敢同盟军与缅军的冲突中都是焦点。1027行动第一阶段中，同盟军也曾短暂到达这里。由于腊戌大雾，缅甸空军无法出动支援。7月6日可以说是同盟军全线出击的一天。腊戌西南的向海方向，同盟军311旅继续围攻缅军68营基地，同时311旅分兵对腊戌西北侧的腊戌城制高点老象山发动攻击。同盟军和缅军都动用了重武器，整个腊戌城内都能清楚听见枪炮声。老象山海拔约为1100米，高出腊戌坝约300多米，因为形状酷似一头大象而得名。老象山下除了环城公路，还有腊戌司令部等重要机构。一旦同盟军控制老象山，大半个腊戌城区将处于同盟军掌控之下。当然，缅军在此经营多年，构筑了很多工事。腊戌以北的南附垭口等地是同盟军与缅军最早爆发冲突的地方。目前，同盟军611旅在拿下缅军13颗庄制高点后，已经推进到9颗庄，逼近腊戌北侧的卫星镇河北。缅军正在组织兵力进行反击。而在腊戌东南方向靠近当阳一侧的南傍，再次传来重大消息，同盟军201营和831无人机大队默契配合下，击溃了缅军291营，超过300名缅军投降。去年1027战事第一阶段，同盟军就曾经凭借无人机优势轻松拿下南傍，没想到这次同盟军故技重施，缅军依然难以招架。除了腊戌附近的战事，德昂军也在继续对腊戌到曼德勒一线的瑙丘、角梅、孟密缅军基地发动进攻，还使用了从缅军缴获的重炮。据传，缅空军不但低空投弹支援瑙丘606营，还通过直升机投放了数十人的增援部队。德昂军的攻坚能力再次面临考验。曼德勒摩谷方向，德昂军已经基本控制了摩谷西部市区，与缅军展开巷战。自6月25日德昂联军发动第二阶段1027行动，已经有超过40座缅军据点落入德昂军手中。同时，与德安军配合默契的曼德勒保卫军，在马德亚镇攻占8个缅军据点后，乘胜追击，对曼德勒地区新古镇发动攻势，并夺取了缅军警察局和5个缅军据点。而就在缅北战事愈演愈烈的当下，传出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多家缅媒报道称，德昂军在角梅和西部共3个地点袭击了北善邦军的检查站和哨所，双方爆发冲突。德昂军方面的一名地区指挥官在西部镇发生的冲突中丧生，德昂军还有一批士兵被北善邦军缴械俘获。针对上述3起袭击事件，北善军称这是不尊重盟友和不道德的行为，已经与德昂军官方联系，以加强地面部队管理，防止双方冲突导致问题升级。另有消息称，北善军一部趁德昂军后方空虚，在木姐19寨逮捕并缴械了11名德昂军士兵。目前来说，北善军虽然没有直接向缅军宣战，但在角梅西部等地一直有活动，木姐方向也有一支孤军。从这次冲突也可以看出，北善军的应变和战斗力都不弱，对缅北多地都有诉求。而一直在背后为其撑腰的瓦联军方面，也正对当阳等地虎视眈眈。缅北局势将如何演变？本频道将持续关注，下期再会。因为我们要解救的是全缅甸，对不对？我们的目标是要解救全缅甸被压迫呢，来与我们的这个友军兄弟一起解救全缅甸被压迫的这个人民百姓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火港人的协会，我们的体会们在缅甸的这个历史上